子钱都收了，由不得你。你若非要逼我，我今日便死在这里，哪怕当场撞死，我都不要去青楼。小小年纪，性子竟如此刚烈，你这当兄长的，当真是禽兽不如。哪来的多管闲事的？这我亲妹子，我想卖谁卖谁。买去做丫鬟，伺候小姐，拿了钱，立下文书，从此这孩子与你再无瓜葛。这可是你说的，成交20两，1文不得少。拿了钱赶紧走。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孟秋，生在孟秋，姓孟。好名字，别怕，我府上缺个陪小姐读书的丫鬟，你若愿意，便随我走。我本不愿再信任何人，但一想到以兄长的脾性，今天不卖，明天也会卖。这位老爷眉目周正，眼神清亮，应当是个好人。这孩子性子烈，是个忠义的，送去希儿房里吧。孩子，过来。既然进了温府，就把这儿当家。预想中的皮鞭和呵斥都没有，温老爷甚至连生气都没让我牵。他说，若将来我想走，随时可以。秋字，左边是河，右边是火。秋天是收割的季节，也是温暖的季节。左边是河，右边是火。小姐，我以前只知道肚子饿，从未想过名字还有这样的意思。多读些书，往后谁也欺负不了你。来个成！瞧，阿照又笑了。孟秋，你快看，他这眉眼是不是像极了父亲？小公子长得真好，嫩生生的，活像个刚出锅的糯米团子，真让人想咬上一口。这孩子打出生就爱笑，是个有福气的。希儿，以后阿照长大了，也得让他跟着你认字，不能只学做生意，总要沾点书卷气。夫人放心，小姐教的可严了，奴婢现在都能背出好几首诗，以后定也能帮着看护小公子读书。在温府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老爷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们举家搬去了江南云州。云州的府邸比照水县的大了好几倍，一眼望不到头。温老板，不，现在该称呼温老哥了。听闻您最近搭上了京城赵郡王的路子，以后在这云州，咱们还得仰仗温老哥多多照拂啊！诸位抬爱了，温某不过一介商人，承蒙郡王爷不弃，给口饭吃罢了。小姐，如今连当官的都对老爷这么客气，咱们家当真是要飞黄腾达了。父亲说，商贾之家若能结交权贵，方能长久。只是那赵郡王名头大得很，也不知是福是祸。小姐多虑了，老爷是天下至善之人，帮郡王爷办事儿，定能更上一层楼。孟秋姐姐，快看，她钻进草丛里了。小祖宗，慢点跑，明日还要去先生那里开蒙，若累病了，小姐又要罚我写大字了。不累，阿照要快快长大，以后给姐姐买最亮的珠花。好，姐姐等着。温小姐琴技高超，何某受教了。何公子谬赞，是公子的箫声引导得好。等我出嫁那天，你们几个都跟我一起去。官府规矩多，有你们在，我也能宽心些。小姐放心，我们都商量好了，这辈子都不嫁人，就陪着小姐。对，等小姐有了小小姐、小少爷，咱们就伺候下一辈。总之，咱们温府的人要一辈子都在一块儿。小姐待我们如亲姐妹，只要小姐不嫌我们笨，我们定是赶也赶不走的。傻丫头，说什么胡话？是孟秋姑娘吧？我是赵水县孟家村的，村正让我给你捎信儿，你那兄长死了。死了？欠了赌房1屁股债，躲在破草屋里被人逮住了，发现的时候都臭了。他没儿没女，只有你一个亲人，
村正说丧事还得你回去做个主。阿姐，那我走了。秋秋，拿着，我知道你省，但这时候不是省钱的时候，你记着，回去要租舒适一些的马车，住舒适一些的客栈，别累着自己。赵水县的梅花糕和桂花糖我许久没吃了，你回来时多带些，给院里的姐妹分。小姐，孟秋定在您大婚前赶回来，把她的坟安置的离爹娘远远的。她活着挥霍家产，死了也不配多花钱，更不配挨着爹娘。哎，孟秋啊，你这性子……办完事了，去买糕点，回云州。大哥，快点，还得赶在城门关之前进去呢。明天就是小姐大婚前2天，时间刚刚好。好嘞，坐稳了。借过。作孽呀！这么大一家子，说没就没了。小声点儿，贩卖私盐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谁敢多嘴？贩卖私盐，满门抄斩，不可能，绝不可能！让开！让我进去！让开！让开！时辰已到，杀！文昭，文熙，快走！散了！没看头的赶紧滚！文昭，文熙，对，我要回府。没了，都没了。姐姐，你是这府里的丫鬟对不对？这饼给你，你告诉我温府究竟怎么了？里面的人都去了哪儿？温老爷贩卖私盐被抄家下狱，他和温夫人今日都在菜市口被处斩了。那温小姐呢？还有府中那些仆人呢？还有温家小王爷，就是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小公子，他去了哪儿？温小姐和温府其他人都被官差锁着带走了，哭喊了一整街。当时人太多，乱哄哄的，我没注意到有没有小公子。或许他在那群人里被带走了，或许带走了，又没有。带去哪儿了？教坊司还是……姐姐，你能再给我一张饼吗？温府被抄了之后，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以前温家老爷在的时候，我们是不缺吃的。拿着吧，再找个好人家门口守着。温府再也给不出饭了。从前那么热闹欢笑的地方，说散就散了。温昭，阿昭，你一定要活着。你想打听温家的人？温小姐还有那些女眷，官爷他们可还好？好，下狱当天就全死绝了，上头下的死命令，一个不留，全给赐了毒酒。可温小姐是有婚约在身的，那是长史府未来的儿媳啊，何公子难道没来救人？长史府下狱当天，长史府就送来了退亲文书，撇得比谁都快。官家的人最是薄情。老爷夫人惨死，小姐和姐妹们被毒杀，连那唯一的指望长史府也是落井下石之辈。温家是真的没了一个活口。等等，贩卖私盐，老爷做的是正经粮油生意，从不沾非法之力。这些年我跟着小姐也算读了些书，我隐约觉得温府被害定跟那赵郡王脱不了干系，他要找替罪羊，而温家就是他选中的肥羊。杀了他，冲进郡王府，哪怕是自爆也要杀了他。自然御驾，七京城犯逼告状。甘心，我不甘心！
天若不公，我定要以己之血肉，拼出一个公道，至死方休。若再过几日寻不到阿昭，我就去京城，哪怕是做最底层的乞丐，最卑微的杂役，我也要钻进权力中心，将那些人的丑事公之于众。姐姐，姐姐，你还没走？你怎么又回来了？姐姐，你跟我来。就在那儿。阿昭，小声点，姑娘。那日官差抓人，府里乱成一团，小公子钻进狗洞跑了出来，一头扎进咱们乞丐堆里。咱们这些老骨头受了温府多少年的施舍，温老爷是大好人，咱们纵是贱命一条，也绝不能眼睁睁看他家唯一的血脉去送命。你是个好姑娘，对温府有情有义，让他跟着你走，总比跟着我们到处讨饭，随时被抓强。如今温老爷温夫人都没了，这孩子在，温府的香火就在。小少爷今后就拜托你了，姑娘，需保重自身，以待来日。阿昭乖，姐姐在这儿，咱们不怕。老伯，我想哪怕是拼了命，也要去给老爷夫人收了尸再走。他们那样的人，不能就那样丢在乱坟岗。胡闹！你是想让小公子陪着你去送死吗？城门明日定会严查温家余孽，小公子这长相瞒不住有心人。你若真想报恩，就护着他活下去。收尸的事儿，我们这些烂命一条的乞丐去办，官差不会多加为难。老伯，这钱您拿着，虽不能大张旗鼓，但求您给老爷夫人还有府里的姐妹们买好一些的寿材，寻个高燥干净的坡地。姑娘放心，老朽定不辱命。走，快走！一车臭味，走走走。阿昭，吃一点。老爷曾提过，江南最北的花泉县民风淳朴，那里离云州远，权贵的爪牙或许伸不到那么快。梦秋姐姐，温府是不是没了？温府是不是没了？是。那我爹娘我阿姐他们都死了吗？是。阿昭，想哭便哭出来吧，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些。阿昭，你记着，以后我便是你阿姐，唯一的阿姐。为了温府能平反，为了老爷夫人不白死，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活着看那些人的报应。我们要看着那些畜生一个一个血债血偿，他们都该血债血偿。小姐，这竟成了您留给我们的保命钱，87两2钱。对于富贵人家，不过一顿饭一匹绸，可对于现在的我们，这是买命的钱。为了安全，住处必须选在距离官府近的百福巷。虽然每月2钱银子的租钱贵得离谱，但地痞无赖不敢轻易上门。阿昭的安全最重要。孟兆要改名换姓，要读书。找最好的书院。
每月1000银子不能少。阿姐，阿照，从今日起，你便叫孟照。在这院墙里，你要把那深仇大恨藏好，只管读书。我明白。孟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书院那边的笔墨纸砚更是一笔大开销。若按原本的算法，1个月最少得花去6000银子。6000太多了，必须压到每月5000。我自己少吃一口，衣服补还能穿。87两2钱，若省着花，确实够我们在这小县城活上15年。可15年后呢？孟照要科考，要打点，更要为温家那桩惊天冤案翻案。那需要的不是银子，是金山银山。小娘子，打哪儿来啊？家里就你跟那小哥俩人？大娘好，老家遭了灾，带着弟弟来投奔亲戚没找着，先在这儿落个脚。也是个苦命的。这年头，女子带个孩子不容易，总得有个镜像才好。孟秋，你这手艺不出府开个店，真是可惜了。爹娘的面馆秘方我还记着，从和面到熬制浇头，那是自家的独门生意。左右不能坐吃山空，开一家面馆，既能守着孟照，也能攒下将来翻案的本钱。姑娘，这地界好啊，南来北往的脚夫多，1个月才收你6000银子租金，便宜的跟白捡一样。大伯，灶台得重免，这房顶得翻新，连张像样的桌凳都没有。嘿嘿，那得你自己添置，花个1两银子拾到拾闹，保管稳赚不亏。 6000虽省，但添置物件得1两银子。最要紧的是这儿的人太杂，阿照尚小，在这里进出太不安全。姑娘眼光好，这里每月1两银子，贵是贵了点儿，但瞧瞧这灶台，锅碗瓢盆一应俱全。这4张现成的实木方桌，你拎着面粉就能开张。这里虽然贵，但对面就是书院，学子们每日进出，却没一家专门卖面的。最重要的是，我能守着阿照。花泉县1碗阳春面3文钱，若一天卖出去50碗，1个月就能净赚1两3钱银子。如此不仅能包住1个月的花销，还能攒下些钱。10几年下来，起码能有300两积蓄，那才是阿照将来翻案的本钱。我先交3个月租金，这是4两银子，咱们立契。阿姐，你等许久了。刚到。阿照，阿姐有个好消息告诉你。阿姐今日在你们校院斜对面租了间铺子，准备开一家面馆。以后你下学直接走几步就能到店里，阿姐给你做热乎的面吃。开面馆？阿姐，是为了我吗？是为了我们，树挪死，人挪活。阿姐总得找个正营营生，咱们才能在这儿长长久久的待下去。要是被他们知道了，你会觉得难为情吗？阿姐何出此言？古语云：自食其力者贵。阿姐靠自己的双手谋生，一不偷二不抢，正大光明。我引以为傲尚且不及，为何要难为情？好，有你这句话，阿姐就算累断了腰，心里也是甜的。看着她这副模样，我愈发坚信温府没有倒。只要阿照在，温府的魂就在，他就是温府唯一的希望。阿照，你去那边阴凉读会儿书，铺子里灰大。阿姐，我帮你搬凳子。爹娘教过，做吃食的铺子，命根子就在干净2字。哪怕简陋，也要让客人吃得心里舒坦。
地方虽不大，但只要提前把臊子备好，面条擀匀，我一个人应当能应付得过来。阿照读书的钱，温家翻案的命，就从这4张桌子上挣出来。小姑娘，这家铺子空了好些日子，你这是要做什么营生？大叔好，这要做面馆，明天一早准时开业，到时候您可一定要来赏光尝尝。好嘞，面馆好啊，这附近正缺点热乎面吃。我还当是什么大买卖，原来是开面馆的。走吧走吧，小本生意，翻不起什么浪花。这年头，谁家没口面吃，非得上他那儿去啊？开业不能干等着人上门，得让他们先记住这个味儿。什么味儿？怎么这么香？好像是那家新开的铺子。走，瞧瞧去。这香味儿比街尾那家酒楼的招牌菜还勾人。姐姐，你这里好香啊！开的是面馆吗？是呢，小店主打各式家常面，明日才正式开业，到时还请几位公子多来品尝。哎，我本以为今日就能尝上一口呢，瞧这卖相，腹中馋虫都要跳出来了。公子既然这么赏脸，那咱们定个约，明早您再来，我头一碗免费请您吃。若是吃着好，还请回学堂后帮我这小店多美言几句，我这儿就算谢过您了。好说好说，姑娘如此慷慨，在下明日定准时来。阿姐，今日就开店接客了？没呢，只是先试试火候。快坐下，趁热吃了。阿姐还没想好铺子叫什么名儿，做匾太贵，我想着一会儿去找2本字帖，手写几个字立在门口，明天就算正式开门红了。阿姐，就以你的名字命名，叫梦秋面馆吧。用我的名儿？梦秋既是时节，又是阿姐的名，开在书院门口，听着倒有几分秋收冬藏的儒雅气。最重要的是，这是阿姐亲手挣下的家底。梦秋面馆，梦秋既是我的名，也是这肃杀又丰收的时节。开在这文人墨客来往书院门口，倒真平添了几分风雅，不像是那些粗俗的脚夫店。好，就听阿照的，咱们这铺子就叫梦秋面馆。阳春面3文，带浇头的5文。肉类须得明日清晨去集市买最鲜活的，今晚先把这些素菜和干货处理好。香菇肉酱、竹笋炖鸡、辣椒牛肉、酸菜排骨，这4样定能抓住那些挑剔学子的胃。瞧这孩子，见着你们就欢喜。梦秋，快看，阿昭在冲你笑呢。只是大梦一场。这只够肥，拿来煨汤最是鲜美。还有那块五花肉，要肥瘦相间的。总算是都妥当了。
照，快跟阿姐去店里，早饭已经煨在锅里了。阿姐，你每日天不亮就要去集市，又要开火煨汤，太操劳了。早上真的不必再接我。百福巷住了许多书院的学子，以后我可以与他们结伴一道过来。听话，等你10岁了，个头长高了，我便让你同那些师兄一样自己上下学。你如今才6岁，个头还不到我腰间，虽说离得近，可这世道乱，你一人独行，阿姐无论如何都放不下心。咦，是昨日那家新开的面铺，这香味比昨晚闻着还香。快走，正好没吃早点，尝尝去。想是昨日当街炒臊子确实起了动处，瞧着这架势，早上来吃面的人比我预想中要多出2、3成。阿照，快放下，这时辰快到了，你该进学堂了。这里滚油热汤的，到处是端碗的人，你个头小，万一被谁家莽撞的客军碰到烫着了就不好了。阿姐一个人忙不过来。听话，你把书读好，就是帮了阿姐天大的忙。快去。老板娘，还有香菇肉酱面吗？公子请坐，你也是冲着我们的招牌来的？正是，这香气在学堂里都能闻见，当真勾人。怎么样？好面，面筋道，臊子醇厚，简直赞不绝口。瞧这架势，怕是真不错。咱们也等个位子。从前在温府时，我常去厨房瞧那些厨娘，她们虽是下人，却被规训得极严，围裙必须雪白，不能沾一点油污，脸面要时刻擦净，绝不能让汗珠子掉进锅里。公子慢用。如今虽是自己在做小买卖，我也这样要求自己，干干净净的做吃食，客官瞧着心里才舒坦。好在我这手上的功夫是打小练就的，在温府伺候小姐那几年也没落下，区区4张桌子我还应付得来。刨去面粉、肉类和一天的租金摊销，今日竟赚了180文，有门路了。温家的债，阿照的书，都能从这碗面里挣出来。老板，这肉我要了。姑娘，现在还有面吗？有，线下的浇头还得煨会儿。您若不嫌弃，来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如何？3文钱，管饱饱。成，来一碗。老板娘，照旧，还是那碗香菇肉酱面，多放些肉臊子。好嘞，公子请稍坐。今日这臊子闻着更纯了，这多出来的2文算是额外加的浇头钱。公子不必了。那如何使得？姑娘做的是小本生意，今早开业时你已大方请了我一回。我齐人虽不是什么圣人，却也不是那种得寸进尺的小人。公子言重了。方才下学后，来店里的好几位学子瞧着都眼生，一进门就问有没有香菇肉酱面，想必是听了公子的美言，才愿来我这小店尝个鲜。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公子帮了我的大忙，这碗面若是再收您额外的钱，才是我的不是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姑娘读过书？算不得读过，只是早年间跟着家中跟着长辈略识的几个字罢了。这墙上的字可是姑娘亲笔，这字形秀气却有风骨，端庄却不呆板。见笑了。古人云见字如面，今日瞧见姑娘的字，再瞧着干干净净的铺子，当真是名副其实。阿姐，我回来了。回来的正好，阿姐刚煨好的母鸡汤，先去盛一碗热乎乎的，喝着暖暖胃，面一会儿就好。老板娘，
这就是你常提起的那个弟弟。是，他在对面的书院开蒙，今年刚入学。你是谁？为何与我阿姐搭话？小家伙，瞧瞧这衣服，我也在对面书院读书，算起来，我可是你正儿八经的师兄。师兄该有师兄的样子，吃面便吃面，哪来那么多废话？嘿，这小先生脾气倒是不小。抱歉，不碍事。270，刨掉食材，今日竟挣了这么多。眨眼功夫，来花泉县已是3月有余。这家不起眼的小面馆，生意倒比我预想的还要红火。尤其是花泉书园的学子们，多半都成了这儿的常客，每日都要来吃上一碗热面。孟老板，今日这牛骨汤底香气扑鼻，隔着半条街都能闻见。这般浓郁醇厚，莫不是藏了什么独家秘制的香料？哪有什么秘制香料，不过是我提前起身，用牛骨慢火多煨了2个时辰，熬出了骨中鲜味罢了。公子的鼻子当真是灵敏得很。我虽在书院住宿，可书院那大锅饭菜，主食难以下咽，除了午间必须在堂里吃，早晚若是不来你这儿讨碗热面，我这五脏庙怕是要造反。如此说来，倒是我这简陋小面馆委屈了齐大公子的金贵肠胃了。说起来，我家本是隔壁清远县的，祖上几辈都做绸缎生意，家境也算殷实。可我爹偏说我跳脱的性子不适合经商，非要把我送来这花泉书院苦读诗考取功名。我今年刚满17，本该是仗剑游历看遍山河的年纪，反倒被困在这自约书生的书本里，整日循规蹈矩，当真闷煞人也。大风刮过，直接把他头上的假发吹掉了，露出光秃秃的头顶。还有，都传了好几代了。孟老板，你可知那苏学士当年被贬时，最怀念的便是那一口东坡肉。我看你这面馆，若是有朝一日开了大店，定要加个红烧肉的浇头。公子饱读诗书，满腹才学，到头来反倒全用在琢磨各式吃食上，当真叫人哭笑不得。孟老板真是爽快人，这铺子交到您手里，才短短3个月就彻底盘活了，如今一续就是1年租期。看来您是要在咱们花泉县扎根大展宏图了。托您吉言，生意好了，难免会招引我引来热议闹事。但我早就不是那个只会躲在母亲怀里哭泣的小女孩了。若是连这点事都怕，还开什么店，做什么生意？下盘要稳，稳如老狗。张师傅，阿昭这孩子性子闷，辛苦您多费心。不求他上阵杀敌，只求他能强身健体，关键时刻能自保。哈哈，孟老板放心，这小子是个能吃苦的坯子。孟老板，你这卤味真绝，再给我来碗大米饭，炒个青菜，我能吃3大碗。抱歉了，客官，小店只卖面，不供米饭，也不做炒菜。那多可惜啊！就凭您这好手艺，若是开一家大饭馆，生意定也红火的不得了。这街上已经有好几家大饭馆了，我做我的面，他们卖他们的饭，做生意得留一线，互相才容得下。哪怕是酸菜排骨，我也从不单卖，不抢人饭碗，才是真正的生财之道。张大哥、王大哥，今日这肉酱是刚出锅的，最是鲜嫩，二位尝尝。哟，妹子，这臊子给的也太实诚了，底下还埋着个荷包蛋呢。大哥们成日巡街辛苦，这几文零头就抹了吧，全当请哥哥们喝口茶。哈哈，孟秋妹子爽快，以后这街面上若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来闹事，只管去衙门口言语一声。那小妹先谢过大哥们。我知道一个单身女子带着个孩子开店，最怕的就是地痞无赖，给捕快们多放个蛋，抹个零头，看着是亏了，实则是买了份太平。这样一来，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恶意确实少了一大半。二姐，
我来吧。孟小哥，这手劲儿见长啊，擦桌子都能擦出残影来。嘿，这小子长大了脾气还是这么硬，对我这师兄总是没个笑脸。阿照，你为什么总是不待见齐公子？他人不坏，这几年也没少帮衬咱们。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为什么。哟，这不是咱们书院的大才子孟照吗？躲在这儿用功，是想考个状元，好让你那个在对面卖面的阿姐光宗耀祖？才子又如何？到底是个没爹娘教养的野种，整日里一身油烟味儿，真是有辱斯文。怎么，说到痛处了？说起来，你阿姐天天在书院对面卖什么呢？卖什么？不就是卖那一碗烂面条吗？畜生，闭嘴！夫子，你要为我做主啊！孟照，身为学子，竟公然在书院动武，简直无法无天！还不快向赵同窗鞠躬道歉，自去领石板子！我不，你执迷不悟！夫子且慢，既然要断案，总得听听真相。方才我就在隔壁园子里，亲耳见赵子恒等人辱人包姐，出言污秽。孟照打得好，不仅是为亲人雪耻，更是为咱们书院清理门户。竟有此事！辱人女性，圣贤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滚去跪在先贤像前，不思过3日不得起！这是我第一次从他那双向来玩世不恭的眼眸里看到了澄澈的正义与暖意，心头骤然泛起一丝温热。阿照今日那一拳打得当真是痛快，要不是我年长他们12岁，自持身份，我也想上去揍那些口无遮拦的混账家伙。他平日里瞧着沉稳，今日却是动了真火。公子在我这儿吃了6年面，竟也不觉得腻。如今隔壁街道又开了好几家大饭铺，南朝北魏的菜式都有，公子也该去试试其他饭馆的菜。孟老板，我这人向来专一，只要是看准了的东西，不管是吃食还是旁的人，便绝不会再生3心2意之念。 6年了，整整6年，他每日按时报道，风雨不改。他的每一份照拂，每一句玩笑下的真心，我怎会不明白？本照，本席。口味重了，难免伤身。公子确实该换换了。孟秋，你难道当真不明白我的心意？公子说笑了，小店开门做生意，求的是博彩，是安稳。公子直言，民女听不懂。孟秋，我并非说笑，我其实虽只是一介白身，但家中薄产尚能支应。若你不嫌弃，我愿托媒人3媒6聘，正大光明娶你为妻。我并无异于公子，更不想做什么齐夫人。这小面馆我待着很舒坦，往后这些话还望公子莫要再提。孟秋，你转过头看着我，方才那些话当真是你的真心话？是。好一个是。齐轩，对不起，我这样的人满手都是仇恨的灰烬，心里藏着万丈深渊，我不能把你拉进来，更不能在这温家血仇未报之时去贪图什么齐夫人的安危。请问这里可以坐吗？不好意思，这位子有人了，您看那边可以吗？而且齐师兄回家乡了。哦，走了也好，他那样的人家本就不该在这偏远县城耽误太久。大喜！花泉书院学子孟照高中进士，名列前茅。中了，真的中了！小阿照，阿姐，我没辜负你的面。这孟公子生的可真比那画上的神仙还要俏。
少爷，您现在可是进士老爷了，这种粗活还是我们来吧。什么老爷，在阿姐这儿，我永远是那个吃面的阿照。阿照，你这模样，当真是咱们面馆最好的活招牌。再这么下去，阿姐都要在花泉县开分号了。阿姐，这一步跨出去，咱们就要回京了。受孟诏，正七品翰林院编修，即日进京领职。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悄悄在面馆里坐了一夜。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灶一火，都是我一拳一脚挣出来的命。虽心里不舍，但我知道，我总有更重要的事做。老板，来2只鸡，要现杀的。好嘞，您稍等。这种安稳觉，也不知道还能睡多久。阿照，这是阿姐这些年开面馆攒下的所有积蓄，一共680两。如今你进了翰林院，在这天子脚下为官，处处都要银钱，结交同僚，打点上下，迎来送往，怎会少得了这些？阿姐的一番心意，我收下了。这是我13年一刀一面攒下的血汗，也是我们翻案唯一的本钱。怎的又喝了这么多？你下去。是。阿姐，别皱眉了，会长皱纹的。阿照，你这样，阿姐总觉得心惊肉跳。一切有我，阿姐只管在家里放宽心便是，万事皆在掌握。阿姐，这盆菊花都要被你剪成光干了。习惯了在灶台前忙活，这猛地停下来，手脚竟不知该往哪儿搁。京城比云州要繁华100倍，阿姐何必总守着这方寸之地？今日安平街有西域来的胡人表演杂耍，听说甚是精彩。阿姐不妨出去转转，散散心，也瞧瞧这京城的盛世繁华。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倒真要去开开眼界。京城当真是天下之首，这些稀罕玩意儿，有些我竟连听都没听过。姑娘，您的山楂茶汤解渴去腻，最是好使。阿照，我今日在安平街瞧见齐炫了。他是3年前中的进士，却因为性子太直得罪了权贵，被贬到西驴边境当了个巡查御史。今日是受诏回京述职的。所以，你是故意让我去安平街的？你算准了他回京的时间和路线？阿姐，齐轩正直忠厚，虽仕途不济，却是这世间难得的可托付之人。若不是因为我当年在花泉县，你本可以。够了！不是为你，是我根本不喜欢他。阿姐，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阿昭，你记着，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你堂堂正正告诉世人你姓温，你是温言之子温兆。至于其他的儿女私情，往后切莫再提。好久不见。是好久不见，齐大人近来可好？在西域那几年，吃的是风沙，看的是孤烟。那里没有香菇肉酱面，只有喝不完的烈酒和数不清的冤案。而后我同齐轩讲了面馆，讲了我们在花泉县的生活，而他同我讲了大漠，讲了驼铃，讲了西陲的胡旋舞。阿照如今在翰林院任职，是正七品编修，他很争气，没白费当年的苦功。孟照这孩子心性极坚，在这京城的深水里，怕是不好过。路是自己选的，总要走下去。如今阿照已入仕，孟府也已立稳。孟秋，那你呢？你今后有何打算？齐轩，你我相识6年，我也不愿再与你兜圈子。我是身处漩涡之人，前路未卜，命数难料，于情于理，我实非良配。我不怕什么漩涡，西区的风沙我都见过了，难道还怕京城的？你怕不怕是你的胆量，但我拉不拉你下水是我的底线。这一盏以茶代酒，敬咱们在花泉县那6年的昔日情谊，也祝齐大人早觅良人，朝乐暮安，往后岁岁年年享尽人间之福。对不起，齐轩，正因为你正直忠厚，正因为你是这浑浊间难得的一抹亮色。走吧。今日是他离京的日子，阿姐当真不去送送？阿照，你这模样当真是太招人了。近日京中好几位夫人在赏花宴上拉着我的手不放，打听你的生辰八字，打听你的喜好，当真是让我应接不暇，头疼的紧。快了啊？你说什么快了？我是说，阿姐哪里是烦恼，分明是乐在其中。在花泉县时，阿姐每次数着那些姑娘为了看我而多点的面钱，可是开心的合不拢嘴呢。人家姑娘来吃面，不过是想见见咱们孟大才子的一面真容，那是多么卑微的一点心愿。我这做老板娘的，还不得多让你露露面，满足满足人家？你这没良心的，倒排遣起我来了。阿姐，今晚皇宫除夕宴，你随我一同入宫。皇宫？阿照，我不过一介白身民女，随行入宴，这与理不合吧？皇上圣眷特地允了的。皇上还知道有我这么个人？阿照，宫宴规矩多，万一有人让我表演才艺怎么办？我除了擀面条，可什么都没准备。阿姐，你只管把心放进肚子里。今晚入宫，你既不需要表演，也不需要应酬，你就当是去茶馆看一出大戏，绝对精彩，不虚此行。皇宫的除夕宴好不热闹，只是于我还有些不适应。阿照在这席间倒是游刃有余，只是他仿佛有什么心事。慎王言谈，今夜乃是除夕盛宴，你带兵闯宫，手持利刃，你想造反吗？这是我严家的天下，父死子继，乃是天经地义。本王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何须造反？放肆！摔吧，父皇，您尽管多摔几个，再过1刻钟，恐怕您就再也没有机会摔杯子了。言谈，朕待你不好吗？朕将最好的封地给了你，你为何如此？待我好？父皇，我早劝你灭了西居那几个胡部，你偏不听，满口都是劳民伤财。我大雍朝在你手里这20年，除了唯唯诺诺，有何长进？你老了，打不动仗了。既然如此，我来替你打。我会是大雍最伟大的帝王，我的版图将扩展到4海之极。至于你们，反正都是我严家的臣，等老皇帝归西，你们照样得跪伏在我的脚下。陛下爱民如子，功绩卓著，岂是你这种狼子野心的逆贼可比？臣今日哪怕血溅3尺，也绝不与你这逆贼为伍。言谈，你住手！这宫里还有3000御林军，你真以为凭这几百个人就能得逞吗？3000御林军，父皇，您未免太高看那些酒囊饭袋了。你以为今夜只带了这几百人吗？赵君王何在？末将在此。殿下，臣的5000精兵已在皇城之下，只当信号一响，便可攻入内院，随时听候指令。赵君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我的杀父仇人，是灭了温府满门的元凶。你还指望御林军吗？父皇，您不妨亲口问问御林军统领张良仪，他到底是谁的人？这朝廷内外到底藏了你多少人？15年！父皇，儿子整整筹谋了15年，这大雍朝的官吏将领半数皆已入我麾下，难道我不该坐上那尊位吗？谭儿，朕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若你此刻迷途知返，晚了。张良仪，进来，告诉他你是谁的人。张某世受皇恩，自是陛下的人。拿下！除了你这等丧心病狂的乱臣贼子，乃我大雍之殃。陛下圣明，大雍江山岂能交到你这种人手中？张良仪，你少在这里虚张声势，别高兴得太早。本王在京城外还有5万铁骑，只要信号一响，顷刻间就能踏平这皇宫。殿下是在等城外的5万大军吗？你什么意思？威远将军徐知远前几日便已秘密受诏回京，此时他正率领3军精锐守在京城4座城门口。殿下那些散沙般的私兵，恐怕还不够徐将军的士兵塞牙缝。此刻大概正忙着在城门下被瓮中捉鳖呢。赵郡王，你不是说徐知远那老东西一直在西域边境吃沙子吗？他怎么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回京？这不可能！西陲传回的急报说，巡查御史齐宣前几日还在圣上面前上本参劾徐知远，说他强征税赋，拥兵自重。他们不是在西陲斗得乌烟瘴气吗？全是在演戏。人呢？我的5000精兵全没了。成王败寇，既然本王活不成，那你们谁也别想活！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护驾！严家欠我的，拿命来还！
我从未见过阿照如此模样。这些年他苦读诗书，我总以为他变温和了，可此时他眉宇间的狠拳，竟如今变了个人。姑，绝不伏法受辱！亲眼看到大仇得报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是痛快，是先有一阵钻心的，几乎让人无法呼吸的剧痛。那是老爷、夫人、小姐和温府上下几十口人命压在心头的沉重，而后才是如释重负的快乐。如果可以，我宁愿温府从未蒙冤，宁愿老爷夫人尚在，宁愿我永远不需要知道这种用血浇灌出来的痛快到底是什么滋味。阿昭，你做到了，你终于做到了！老爷夫人，他们在天之灵终于可以瞑目了。阿姐，我终于亲手宰了这些畜生，他们欠温家的命，我一分一毫都讨回来了。阿姐，你看，太阳升起来了。是啊，升起来了。为了这一刻，咱们在这世间熬了整整13年。阿照，你再歇歇。这一夜，你把请君入瓮这场大戏，从慎王起义到赵郡王入举，讲的嗓子都哑了。不碍事，这些话压在肚子里太久了，说不一口气说完，我怕闭上眼都是那些畜生的脸。原来我当年的猜测一点都没错，温府灭门的罪魁祸首，从始至终就是那个看似刚直的赵郡王。所以你借着魏和文冒名不平的机会，从他那儿摸清了当年云州官场的底细。是，他不认识我，可他却能带我去见那些至今还在云州为官的老油条。这出戏我演了整整1年。孟老弟，你是不知，当年云州温家那案子惨啊！何兄，小弟听闻那温家也是云州大户，怎的一夜之间就……那是范思言，数额巨大的吓死人。当时云州那些官个个吓得撇清干系，还联名求朝廷从速处决。从速处决？那是急着杀人灭口。阿姐，我就是在那一刻被点醒的。温家不过一介商贾，哪里来的人脉和胆量去运送那种数额的私盐？赵郡王加上那批私盐，答案呼之欲出。他在养兵，他在为慎王严难筹谋那个位子。一个温府的冤案，在那些大人物眼里，不过是史书上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但我明白，若想翻案，必须把这粒尘埃和谋反这2字死死捆在一起。你想让本将如何做？将计就计，请君入瓮。那位老大人早已看过我呈上去的证据，他知道今晚必有一场血战。他是自发站在最前头的，他用一腔热血，逼慎王露出了最后的一丝疯狂，也逼得圣上下定了全歼叛贼的决心。原来这每一环你们都走得这么险，险却值得。齐宣，他确实是奉诏入京的，但我与圣上商议，若要让慎王和赵郡王彻底放心其事，必须制造威远将军远在西域的假象。所以齐宣在朝堂上那番慷慨激昂的参奏，那是演给慎王府的眼线看的。齐宣故意当众参和徐将军，强征税赋，拥兵自重，让所有人以为西律正闹得不可开交，实则他早已将密旨送达，徐将军的人马早已暗中分批潜入京郊。原来那一刻的疏离也是戏。他为了阿昭，为了温家，竟也在这刀尖上走了一遭。慎王说皇上太过仁慈，
不配为君。可我却极感谢这份仁慈。若非圣上这些年推行轻徭薄赋、劝客农桑，咱们在花泉县的面馆哪里能经营得如此太平？阿昭，圣上是位明君，那个何文茂当年温家出事，张师傅头一个送去退婚书，他在这中间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曾灌醉过他，他说当年他是真心想娶阿姐的，可那时候温家是灭门的大罪，张师傅自顾不暇，退婚是他父亲的主意，不是他的本意。阿姐，我替某人再问你最后一次，你对他当真无意？他自己有嘴有脚，怎么不来亲自问我？既然阿姐这么说，那便去吧。出去。好你个温兆，现在当了官了，翅膀硬了是不是？竟敢这么对你阿姐！哎呦，阿姐轻点儿！好你个孟边修，长本事了！大过年的把你亲姐往门外轰！你出去就知道了，别回头又说弟弟不疼你。孟秋，为了温家案子，我这巡查御史连命都豁出去演戏了，你打算怎么谢我？那能怎么谢？请你吃一碗香菇肉酱面喽，多给你加个蛋，这总行了吧？成，一碗面换我这辈子。我齐轩向来是个得寸进尺。老爷、夫人、小姐，温家清白已复，仇人已毙命。这一世的苦，咱们熬过去了。往后的路，温府的先祖们，请保佑阿照平步青云，保佑大家都岁岁平安。翰林院编修孟兆，巡查御史齐宣，查监宿骗，秦王有功，特授孟兆为正六品大理寺丞，迁齐宣为从五品户部郎中，各赏金100两，绸缎50匹。臣等叩谢圣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云州温言一族多年蒙冤，朕悉甚痛。其子身受大苦，却心定志坚，为朕铲除逆贼，立下奇功。其子之义姐孟秋，护主忠义，含辛茹苦，堪为世人德善之楷模。现特准温兆恢复其本性，赐孟秋为德善君，抢襄君10亿，钦此。民女，臣妾谢圣上隆恩。这算什么嘛？夸我一通，给个名头，还没收了我的民女身份。合着闹了半天，圣上就没想起来赏我点金子。阿姐，圣上封你为君，那是皇亲国戚才能沾边的荣宠，那是多少金子也买不来的体面。体面能当饭吃，还是体面能买面粉？孟秋，不，德善君，我这100两黄金本就是打算全部上交给娘子的，1两都不留。阿姐，这些年都是你养着我，这赏赐自然全都是阿姐的，我的就是你的。哼，这还差不多。阿姐，宫里的封赏定下了，除夕宴上那位替圣上挡箭，被圣王当众杀害的胡正大人，已被追封为英国公。那位老大人确实可敬。圣上隆恩，准其子承袭爵位。乱臣贼子虽已伏法，但这份血礼换来的太平，总算给了忠良一个交代。当年老乞丐收了咱们的银子，到底是把老爷夫人和姐妹们安置在了这块高燥干净的地方。爹娘，阿姐，阿照接你们回老家，回昭水县。你是当年的那个孩子？姐姐，是那个给过我饼和铜钱的姐姐。
少年说，老乞丐已在前2年无疾而救，是他用攒下的工钱，亲手为老乞丐买了口宝棺，养老送终。温府欠你们一份大恩，如今我在京中任职，你可愿随我同去？多谢大人厚爱，但我更想留在云州，这里有我牵挂的人，也有老头子的坟。拿着，置办个铺子，娶个媳妇儿，温家的人，希望能过得好。走，咱吧。真好，13年了，味道一点都没变。爹，娘，女儿要出嫁了。哥哥虽然不成器，但女儿现在有了弟弟，也有了可以依靠的人。吉时已到，新人拜堂。公公婆婆，真是个好姑娘，这些年苦了你了，不枉我儿等了你整整9年，总算是把你盼进家门了。儿媳不孝，让公公婆婆担心了。娘子，你今日真美。娘子，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实在好奇的紧。你从小到大到底有没有动手打过温兆那小子？齐轩，大婚之夜你问这个？你是不知道，我是他正儿八经的亲姐夫啊！今晚在前厅，他不帮我挡酒也就算了，还带头领着大理寺那帮损友猛灌我，尤其是那小子，一边灌还一边冷笑，说什么想娶我姐先过这关。你说这天底下哪有这样当小舅子的？真是奇了怪了。前几个月回京述职时，我为何会觉得他举止沉稳，谈吐从容，成熟了许多？定是那会儿风沙太大，迷了我的眼。那你喝没？喝了，来者不拒，我绝不能在温兆面前丢了姐夫的面子。罢了，瞧你这醉样，那你今晚好好歇息，我去外间给你弄碗醒酒汤。温兆那小子还是太嫩了点儿，他太不了解他姐夫的真正实力了。孟秋，等了9年，我要辜负这春光盛景。公爹婆母，如今阿轩在户部任职，府中宅院也宽敞，京城名医多，繁华盛，你二老就留在京城享清福吧。好姑娘，你有这份心，我和你爹就知足了。可我们老两口在大漠边上住惯了，那儿虽然风沙大，可街坊邻里都是几10年的老交情。你们小两口新婚燕尔，正是浓情蜜意的时候，我们老两口也得倦鸟归巢喽。瞧见没？我早都说了，我爹娘这性子比我还犟，你偏不信。这几样还有那个4号的口纸，全包了。婚后，我拥有温兆给的100两黄金，加上圣上的赏赐和齐轩所有的身家，我也算是在京城排得上号的阔绰。听说了吗？那大理寺少卿家的子。你是不知，今日春日宴上，户部侍郎家的那位夫人脸色那叫一个精彩。原来他家那位瞧着正经的官人，竟偷偷在城外养了个……养了什么？快说快说！我明日去户部当值，正好能用眼神提点提点。你如今好歹也是从5品的郎中，怎的跟我一个深宅妇人一样，爱听这些闲言碎语？这叫知己知彼。娘子，明儿个那个冬雪宴，你可得再多长几个耳朵，多帮我打听打听工部尚书家的那桩运势。我孟秋，难道是那种爱传闲话的人吗？这个字读德，德善的德，做人先立德。你们虽是丫鬟，也要识得这2个字。你们丫鬟也要学会德这个字。
齐大人，快来，这麒麟二字到底是几个点？你这一整天，白天去跟那些夫人们嗑瓜子听八卦，黄昏又来教这些小丫头片子念书。我一天有4个时辰都在户部那破衙门里待着，好不容易回了家，你也不说多陪陪我，竟为了2个字儿就把我支出来支持去的。好啦，齐大人，您可是咱们齐府遮风挡雨的顶梁柱，又是圣上器重的户部栋梁。像您这样胸心广阔、气量非凡的男子，哪里是寻常人能比的？您定是不会计较陪小丫头识字这点小事的，对不对？我夫君可是全天下最好的男人。成，算你会说，不过你还是要多花时间陪陪我。怎么，今日户部又有什么新鲜八卦了？这回不是外人的，是你那宝贝弟弟阿照的。阿照，大理寺最近案子多，他莫不是累着了？他累不累我不知道，倒是忙得紧。不过不是忙公事，是忙着躲人。朝中顾老太夫家那位捧在手心里的小孙女顾知音，最近可是天天变着法子往大理寺门口送点心。他这是……温公子，你看这株海棠开的可比别处艳多了。顾老太夫那是3朝元老，深受皇上倚重，门生遍布大雍。他老人家对温兆不仅欣赏，还有心促成这份良缘。这门亲事若成了，温家在京城才算是真正站稳了脚跟。看来阿照这小子是真的好事将近了。月儿，来，爹爹抱。爹爹这儿有大虾。为什么？孟秋，你瞧瞧，我可是他亲爹，成日里带他骑大马的是我，给他买拨浪鼓的也是我，怎么一见着温兆那小子，他就跟丢了魂似的？月儿，看这里，舅妈这儿有甜甜的小软糖，想不想要呀？爸。看吧，齐大人，别纠结了。比起阿照这个冷冰冰的舅舅，月儿显然更喜欢活泼漂亮的茵茵。对着那张整天冷着脸的冰山舅舅，确实不如对着漂亮舅妈。阿姐，你看月儿，她玩闹的样子真的好可爱哦，一点都不嫌累人。既然茵茵这么喜欢孩子，你们这都成婚满1年了，不如也抓紧生一个。阿姐还等着给你们带孩子呢。阿姐，茵茵年纪还小，身子骨还没长全，生孩子太辛苦，再等2年也不迟。娘子，你信不信？温兆这小子说再等2年，定是怕将来生个孩子也跟契约这臭小子一样，日夜黏着自家娘子，搅了他的2人世界。齐大人，你当谁都跟你似的，成日里只想着跟儿子争宠。夫人，舅老爷，小公子睡熟了，老奴先带他回房安置了。13年前，我提着梅花糕，满心以为这辈子都要陷在血海深渊。如今，在这泼天的烟火下，我爱的人、爱我的人都在身边。敬阿姐，敬娘子，敬大家，敬这太平盛世，敬咱们温齐2家。愿得常如此，年年物后熙。